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解读蒋介石如何丢掉大陆。在上半期我们主要讲述了北伐以来的国共矛盾的形成和发展，并且引出了蒋介石兵败的前两个原因：丢失舆论阵地和日战区人民的极度失望。下面我们就继续开讲。我们上期提到，8年抗战的战场主力是国军，虽然国军的装备和训练均好于过去，但他们已是疲惫不堪。日本的投降让这支军队如释重负，他们痛恨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。而共军在抗日战争中为承受主要的战斗，如22场大型会战，共军响应毛的号召，一分抗日，七分发展。我们在上半期的洛川会议也提到，抗战结束时共军已发展到130万兵力，而共军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和土改以及共产主义左派思潮的影响，也让他们充满了活力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国军失败的主观因素。日本投降后，国共的冲突主要开始于东北，因为和国民政府的协议，苏联拒绝中共接收东北，美苏都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的政策。1945年8月10日，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，日本投降，准备内战。之后各地的共军开始派遣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，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区。不过这时候国共两党为了争取政治主动，双方都高姿态地谋求和平，全国的眼睛都盯着两党的一举一动。1946年1月，国共两党与民盟、青年党等党派召开政协会议，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草案，一致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，将国共军队改编为中国国防军，实现军队国家化。然而双方的冲突从没有结束，尤其对于已经在内战的东北并无实质的约束力。为了反对国民政府的统治，中共还对1945年起义的东突厥斯坦国进行了声援。在整个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的一年间，国共双方都是边打边谈，军事和谈判两者互相影响。双方在东北、中原、华北战场都有争夺，但两党还未完全决裂。我们再来看看国际环境。在二战胜利后，由于主要的敌人被消灭，美苏两国的猜忌也越来越大。我在冷战的视频里也讲过，苏联要求国民政府拒绝美国进入东北，但是遭到了拒绝。于是苏联于1946年4月撤离东北，共军迅速抢占长春和哈尔滨。苏联的战略真空和大量日军装备以及30万伪军被中共所得。此时国军的精锐也进入东北，比如当时威震海内外的孙立人的新一军以及新六军，双方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。林彪的部队受到了重创，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。5月23日国军克服长春，5月28日克服吉林，6月5日直逼哈尔滨。然而此时的美国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，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，如不妥协，中国将陷入混乱之状况。在马歇尔的压力下，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，随后一延再延地休战了5月。这期间国军损失了70万兵力，主要是在东北损失的精锐。大家注意，这时候还是1946年，离1947年3月的国共完全破裂还有一段时间。我们在上半期也讲过，中共表现得更像东欧的民主派，而不是苏共，这成功的让美国对华政策专家更倾向于中共。为了迫使蒋介石容纳中共，杜鲁门听从了马歇尔的建议。杜鲁门于1946年到1948年初对蒋实施了武器禁运。失去美国的支持让国军士气更加低落。由于自身产能的不足和财政的捉襟见肘，失去美国的援助是蒋介石兵败的第4个原因。与此同时，马歇尔的停战计划让林彪的部队实力大增，林彪在松花江北岸创建根据地，并进行土改，而且获得了苏联移交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装备。1947年2月底，林彪率部渡松花江南下，在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，攻城10余座。后来林彪的四野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，极大地扭转了战局。林彪堪称是中共最杰出的将领之一。马歇尔停战因此被认为是蒋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属于战略的失误，还包括一开始有大量的精锐部队在东北被消灭。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内部的情况。蒋治党治军总的来说比当时的中共要差很多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国民党长期一党训政，腐败必然横行。毕竟是封建王朝刚过去没几年，国民党的很多官员很自然的有官老爷的架子。不过即使是今天的中国官员，也难说有多少变化。虽然多数地区百姓仍然认国民政府为正统，
但知识分子普遍对国民党独裁和腐败感到不满。在日军刚投降的时候，国民党拥军450万，远超共军的130万，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多为美式。但广大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苦战了近10年，早已疲惫不堪，人人都相当的厌战，远不如共军的士气。国军也多来自北洋军阀，派系林立。蒋介石又是一向私心，中央军和杂牌军，嫡系与非嫡系，蒋分得很清楚。在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，远不如共军齐心协力。抗战结束后，蒋才撤了非中央系的军官近30万人，使得有战场经验的干部心有怨气，后多被解放军所用。而共军很讲究纪律，包括3大纪律8项注意，让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就是蒋介石兵败的第6个原因，国府内部的腐败和各派系的心猿意马。1947年1月，在马歇尔的要求下，国民党3次呼吁和谈，但中共根本不信任国民党，要求恢复到1946年1月的军事位置。国共谈判处在破裂的边缘。1947年3月，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6届中央全体会议，蒋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，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，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。同时声称实行民主，结束训政，改组政府。至此，国共两党第2次合作彻底破裂。从1947年3月至9月，共军总体上处于守势，但由于共军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，国军需要分兵把守占领城市，机动兵力日益不足，光是驻守锦州的国军就有10万。国军终日穷于对付，蒋为此也感叹防不胜防。国民党的抓壮丁补充兵力，又造成了民怨沸腾。1947年夏天起，战局开始发生了逆转，解放军逐渐掌握了优势，将战争引向国统区。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林彪四野，各地的共军也大举进攻。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，国军总兵力由430万下降到了370万，解放军总兵力由130万上升到280万，且有苏联不断的援助。此时解放军东北有林彪，黄河有刘伯承，山东有许世友和陈毅，河南有谢富治，陕西有彭德怀，另有罗瑞卿、徐向前等部在华北攻城略地。随后，蒋开始奉行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。1947年底，蒋不得不承认，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。蒋也认识到民心的背离，于是决定以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。蒋早前在1947年4月也宣布结束一党专政，容纳支持制宪的各党进入政府。到了6月底，国民政府放弃谈判政策，全面对抗中共。1947年11月，国民政府举行第1届国会的选举。当时全国登记选民1亿多人，虽然基层贿选很多，但选举还算平和有序。因为中共和几个民主党派未曾参选，国民党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这次全国选举给予了赞赏。国会在次年3月又以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出了总统和副总统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，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配有选票，以及中国有选举会天下大乱实属无稽之谈。1948年5月，蒋介石就任新政府总统。此时的东北、西北、华北战局也陷入了困境。解放军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中原等地全面举行反攻。当时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-7成用于军事，政府的债务只能靠无节制的印钞，物价飞涨，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大量的中产阶级破产。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，再引发学潮，政府开枪镇压枪杀民主人士，这就包括李公朴和闻一多。如此的恶性循环，当时的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惶。1948年9月，国民政府实施金圆券等经济改革的措施，企图挽救民心。但金圆券在同年底即告失败，造成国统区内更加急速的恶性通货膨胀。上海物价的上涨是高达10万倍的天文数字，经济形势更加的混乱。战争需要巨额的开支，这就是蒋介石兵败的第7个原因。战争的巨额开销和失败政策导致的经济崩溃。1948年8月，蒋放弃东北，集中兵力确保华中。国军的不断失败，使其军事上及政治上的信心不断动摇。金圆券改革仅仅1个月又开始贬值，失败主义盛行于文武百官。从1948年9月起，解放军接连发动辽沈、平津和淮海3大战役，国军的精锐兵团几乎完全覆没。至此国军可以说是大势已去，各地的战场不断有起义或哗变，
很多曾受中央敌视的将领在紧要关头投共，国军兵败如山倒。除此之外，在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，多有中共地下党从中潜伏，他们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的国军情报，比如参谋次长刘斐和作战厅长郭汝瑰。他们提供情报，却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，所以国军每战必败。这就是蒋介石兵败的第8个原因，情报系统的崩盘，这其实也是信仰和理念的竞争失败。同时，国共内战的背后也是大国的博弈。前苏联情报官苏多百拉托夫在个人回忆录《特殊使命》中写道，苏联在3大战役期间特意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，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做出的计划，以此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。美国在1947年底恢复了对蒋的援助，但已为时已晚，而苏联此时全力支持中共。1949年1月，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，已非人力所能改变，加以政治情势迫促，为适应和谈要求，蒋介石隐退。4月，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，占领南京；5月占领上海，解放军摧枯拉朽，国军无力回天，节节败退。蒋介石带领剩余国军败逃台湾，另外还留下了远在西南的太北孤军。至此，蒋介石丢掉了大陆政权。战争也是残酷的，国军和共军阵亡上百万，广大无辜百姓也死伤甚重，光是长春围城饿死的百姓就达到了10多万。中共和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是革命党，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有着根本分歧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你死我活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利用的是民族或爱国主义，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，以及民众对生活改善的向往。三民更多的是将中国的精英层聚拢，推翻了满清和北洋。无奈孙中山过早的离世，蒋介石继承了衣钵，却又遇到日军的10年战火，根本没有机会实现三民。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必然导致腐败横行，国民党也陷入了王朝末年类似的危机。此时的共产党推行平均地权，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左派平均财富，就必然会动员广大的底层跟随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是选票，而当时是枪杆，共产党的胜利也就毫不奇怪了。不过历史总是这么有趣，毛赢得了大陆，晚年却孤寂、猜疑、惶恐。讲述了大陆，他的晚年享受天伦。当年喜迎马列的知识分子，也在随后的运动断了脊梁，令人嗟叹。好了，关于讲如何丢失大陆就讲到这里，别忘了看上半期，谢谢大家。